这边加了1000cc，我们这边先把它开火。在开火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有准备一些中药，这个是红枣，是。那红枣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中间稍微给它划个刀，它会比较容易把里面的甜味释放出来，对，比较入味啦，比较入味。这个是生须，生须我们也给它加进去，然后甘草、枸杞一并给它加进去哈。是。那这个加进去以后呢，很重要的绍兴酒不要忘记了。那我这边的绍兴酒大概是200cc， 1000cc 的高汤配200cc 算是比较淡的。那这时候我们在煮的过程里面，大概需要煮3到5分钟。要滚吗？对，要滚之后3到5分钟，然后我们这时候才会做调味，盐巴要下的稍微重一点。OK， 所以我们来加点盐巴。那我们有加了盐巴以后，一定要加点糖来中和它。那很多观众可能会认为说，那如果我不加糖呢？那你盐巴就小下一点。OK。那因为我们要让它味道稍微重一点，所以我们对味道下重一点这样子。OK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等它的这个盐巴糖都溶解了之后，然后就把它过滤出来。我们就直接把它倒出来冷却。我们不是除了醉鸡还有醉虾吗？对不对，老师？所以老师呢，今天准备了这个要来做醉虾的哦。对，其实虾子它有分淡水跟海水的。淡水、海水它的差别就在于说你在烫的过程的方式不太一样。那我们不管是什么虾子哈，米酒，好，姜片，跟一点葱，它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东西先加下去以后呢，等它再次煮开的时候，我们的虾子才可以倒进去。那虾子会依照它的大小，如果说你烫虾子不够熟的话，吃起来就会粉粉的；或者是虾子不够新鲜，吃起来会粉粉的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白虾，白虾。但用炒虾也可以，但是炒虾淡水的，它的个头就没有那么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水煮开了以后，我们就要把虾子把它放进去。那虾子在放进去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我前面先把头尾先剪掉，脚先剪掉，或者烫完的时候再来剪都可以。那因为这个虾子个头比较大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待会用一个特殊的方式让它熟。其实一份醉虾大概是10到12份，会比较刚好。来的朋友会比较多，所以事先都会多做一点，然后让那个也让他们带回去嘛。对，让他们在现场吃完。是。好，那我们要等它水开了以后，大概是这么大的虾子，应该是10到15秒以后，我就会盖盖子。给它焖5分钟，但是是关火的状态。也是用泡熟的方式。是，这样子的话，里面呢，它的鲜甜都会锁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虾子一定要虾子一定要滚水下哈，滚水下，它的颜色才会漂亮。我们的虾子也泡了5分钟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虾子捞起来，直接给它上温暖，给它泡冰。给它冰镇一下。所以跟鸡腿的原理一样，冰镇了之后，把它沥出来之后，再倒到我们刚刚冷却了的这个汤汁里面去浸泡。完全冷却以后，我们才可以泡到这个我们的汤汁里面去。OK。所以这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把它冷却以后，把它放到我们的乐扣保鲜盒里面，然后等我们汤汁冷却，把它倒进去就好了。好。然后我们就记得把我们原本在煮的那个
汤汁，一起给它泡到这个虾子里面去。对，所以红枣也要放啊，哈，这些药材都要放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药材呢，生须是最主要的。我们通常如果说要让它药味，药膳的药味稍微重一点的话，我是比较喜欢加一点当归跟川穹。它也会有一个不同的风味。是。那这些药材泡完以后呢，它也不能丢掉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装饰的时候，最后盛盘的时候，它还是要出现在盘子上面，它还是有作用的哈。对，所以不能过河拆桥喽。是，那很多人说，煮3到5分钟，我们的药材它如何能够发得很开呢？其实，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个小技巧，各位观众也可以把它学起来，就是我们会先跟绍兴酒、跟米酒。然后呢，先下去电锅给它蒸，蒸完以后呢，它就充满了水分，这时候下去煮，味道一下就出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个汤汁加满我们的便当盒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了，然后放到我们的冰箱里面去。也是一样，8个小时之后呢，再来食用呢，会是比较好的风味哦。对。老师啊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待会我们煮面可以用了。如果有煮面的话，我们还有剩下的汤汁啊。对。剩下的汤汁，我们待会也会示范给同学，电视前面的观众。煮一碗好吃的绍兴醉鸡面啊，那是我们的私房菜了，就不要跟观众分享了。我们今天很开心哦，老师带来这个一个汤汁呢2种做法哈，一个就是醉虾，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老师，真的很忙的一位老师哦，也请了很久，他才有时间来上我们的节目哦。是。可能有一些步骤会比较繁复，不过呢。反正现在有电脑都可以重复再看嘛，是那大家呢不妨来做做看哈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爱上呢沈幼玉沈老师带来的这道醉虾跟醉鸡。我们谢谢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，也谢谢老师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喽。谢谢。